我今天来到了高雄的台塑昆仲公园，要来拜访我的好朋友知识 Studio 的周怡老师。他最近在他的 IG 上分享了一款他帮学生设计的用织布的方式做成的斗篷披肩，我看了也很想要，所以今天就临时起意从台北跑来高雄了。这是所谓在的台塑王氏昆仲公园，以前曾经是台塑的办公室跟员工的宿舍，那现在已经改成一个艺文的特区，里面的建筑物都还保留着以前的木造天花板，非常的漂亮。知识它是一个以传统织布还有钩织相关的课程为主的教室，但是除了教学以外呢，周怡老师他还有进一些线材，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在店里面贩售。那主要的线材有一些巴西的蜡线，蜡线它的用途非常广泛，除了可以拿来做绳编，还可以做一些手缝皮革，然后也可以拿来包矿石做成一些饰品，并且因为表面包覆着一层蜡，所以它有耐水又不会有异味的特性，亲肤性很高，也适合长期的戴在身上。小朋友呢，或是敏感肌肤的人都很适合用它。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周怡老师亲手织的布料，或是由东南亚的妇女们所制作的作品。另外也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知名的编织老师出版的织图和编织的材料包。这一面毛线墙有一部分是展示了务实日常进口的 Dye Gilpin 和 Brooklyn Tweed 的毛线。周怡老师跟我们购买这些线材给他的学生用来做织布。旁边这一区则是周怡老师他自己进口的来自清迈的植物染大麻线。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大麻。这个线材摸起来手感是非常轻盈，然后凉爽的，有点像苎麻的手感。就是我想要把所有就是织带有没有，那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并在一起，然后可能做一个包啊或什么之类的。哦，对，因为有时候学了之后，他们会不知道做织带到底除了做带状，比如说除了做手机带还可以干嘛？东西以外还可以干嘛？可是其实他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记忆，他们都会把这些东西，把它比如说做拼缝啊、车缝起来，做一些小带，集结大家的那个作品有没有？我们就可以各自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像这种东西啊，他们都是织带下去组成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用织带，对，它其实是用传统的拼在一起的，对，织带拼在一起的，好可爱哦。对啊。那这个是尼泊尔那边做的。那尼泊尔它其实有一个类似像那个不知道是贸易组织还是什么组织就对了，他们就是辅导当地落后部落的妇女技术，这样子的传统技术，然后他们把他们织出来的布再帮它加工。好像有次去那个原住民部落参观的时候，里面的奶奶就是用这种工具在编织。是想要用来做的披肩的毛线，是我前年呢跟朋友一起去苏格兰的时候逛的毛线展，那个时候买的。那这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品牌，然后他们的线都是没有染色的。上次在日本买的，然后好漂亮哦，很漂亮，是丝跟 cashmere 之类的蓝色的。然后我想说，能不能在中间就是穿插个几条，或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啊，可以加上去。老师觉得怎么样？可以加上去啊。你觉得怎么加比较好看？你看你是要拉在金线里头一整条，还是说你要用围线的方式把它就是做一点点的？他们自己我通常都是卷线的那个人，然后今天老师都帮我卷好了，好轻松开心。刚刚那角白色的，然后配那个蓝色的丝线，先合在一起，然后大家就可以织。
趁老师在帮我卷线的时间呢，来欣赏一下他的这个作品。还做到一半的也是一条披肩，然后他用的线是 Illimani Yarn 的 Amelie， 就带一点刷毛的效果，也是很美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大槽跟一个孔，等一下我们先拉大槽的部分。刚才老师帮我量了一下肩宽跟头围，然后这样就比较好抓一个长度。然后我们现在在量经线的长度，就准备把线给绕上去。咖啡色，然后白色，然后咖啡色，白色，这样子提起来，它有在杆子上，我们就不用特别再去绕，就直接带出来。现在这个动作叫做整筋，就是要把线绕到织布机上面。然后因为它有好几个步骤，我觉得很难。我终于整筋完了，漂亮吧？那我们这一次呢，用的是羊毛线，然后搭配中间有一点点这个丝麻线，然后因为这个丝麻线跟羊毛线张力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我跟老师花了一番功夫把它弄整齐。那现在都弄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织布了。老师，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步骤？我们要把所有的经线全部卷向这个整筋杆上面去，卷上去之后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区域拉出来。哦。但是其实这个只是目前的状态是整筋的第一步而已。Oh my god！ 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是很棒。就有点像那种冰裂纹的感觉。对，就是它其实是会有一点坠织效果在那里。哦，真的太累了。我们刚刚还要，因为刚刚那不是最后一步骤，就是我还要把这个线呢从这个洞洞里穿出来，好多洞洞。然后现在还要干嘛？你说？要把它绑在这个棒子上，绑完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进入正式制作。OK， 现在已经第几个小时了？现在几点？现在已经12点。1点。哦，1点。已经第3个小时了，我还在这边。OK。从外侧调到中间，因为通常外侧会比较紧，我们要先从外侧调。哦，因为你调完之后，它会从哪边？从这边进去，进去之后留个大概5公分左右。我刚刚弄一个大打结，现在老师在帮我补救。什么大打结？现在已经慢慢的看出那个花样了，我现在就已经很喜欢了。点心时间，好好吃的丸子哦，超级好吃的，也是在这边的那个店家。还有那个，你喜欢吗？好吃吗？结果很可惜的，我们因为要赶回台北，所以当天没有办法把我的披肩完成。老师很好心的说，我可以把东西留下来，他会帮我做好，然后再帮我寄到台北。我就很厚脸皮的麻烦他了。我今天收到周瑜老师帮我做好的披肩，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这条披肩呢，不只是用手织出来的一块长方形的布，老师他在这个旁边的地方呢，有做一些车缝，那这样人的头就可以从这边伸出来，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穿在身上的披肩，所以整个在制作上面就是多了一道工。然后另外就是老师还帮我把流苏都修得很整齐，我们现在就来试穿吧。所以穿起来的感觉大概就像这样子，现在是横着穿，然后横着穿呢又有另外一种花纹，就是刚刚那个是横线嘛，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格子状，然后还有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把缝线接缝的地方穿在正前方，这样子对称，然后也蛮可爱的。然后我刚刚有想到，我可以把冬天的外套拿出来搭配一下。这件外套应该是我冬天最常穿的一件。然后我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披肩呢当成围巾，直接穿在里面，像这样子，这样好像蛮好看的，露一点点出来。好像一个围巾在里面，或是把它拉出来用披的，好像也不错。以上就是我去知识学织布，然后做了这条披肩，还有刚刚开箱的心得。我现在真的是喜欢上织布了，因为我觉得它首先除了比棒针还要快很多以外呢，它也非常的省线。像它大概是棒针或是钩针大概一半的用量而已。而且我发现它是一个，就算你是零基础、完全没有经验的朋友，你也可以去上课就做出一条围巾。棒针或是钩针，你会需要一些基础才能做出一个作品。织布的话呢，像这种简单的，只要你有适当的工具跟有人教的话呢，大概1-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那现在知识的周伟老师也开始接课定了。如果你手边刚好有喜欢的线材，然后你也想要做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披肩或斗篷的，就刚好没有工具或没有时间，你就可以跟你沟通，用你的线材呢做出一个围巾、披肩或是斗篷这样子的作品。所以如果你在高雄，然后对织布有兴趣，或是想要定制一条属于自己的围巾跟披肩的话呢，也可以跟老师联络看看。